她肠胃炎犯，老公直接抱起她就去医院，还细心照顾她。在这个陌生的时空，似乎只有这个人是她最坚实的依靠。看完病回到家，傅少铎去食堂给江庆打了一饭盒的粥，接过饭盒，江庆可以说是狼吞虎咽。慢一点吃，今天给你请了假，好好休息一天。江庆点点头，好的，谢谢你照顾我。这天中午，何春平和吴丹结伴来看他。怎么就病成这样？是不是昨天干活太累了？可能吧。真正的理由不能讲，江庆便顺着他们的话说：你在家好好休息，可得把身体养好，别留下啥病根。两人叮嘱半天，到了上工时间才走。这天傅少铎很早就下了班，进屋看了看江庆，转身去洗手做饭了。正准备下地去做饭的江庆愣住了。咦，这家伙竟然去做饭了，挺主动啊，表现不错。不过也该他做饭了，我可是整整照顾了他1个月呢。江庆又躺回到炕上。1个小时后，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，两人坐在桌边开始吃饭。江庆刚要夹菜，你不能吃菜，只能喝粥，大夫说的。已经喝了2顿粥的江庆嘴里没滋没味，盯着面前那盘菜，怎么这样诱人？别看了，再看你也吃不了。他欲哭无泪，明知道我不能吃，还摆在我面前，太残忍了。那是我要吃啊。啊，你好讨厌，他确定是来照顾我的，不是来气人的吧？江庆低头大口喝粥，1碗粥很快见了底。哎呀，我这身体也不好，家里的活都做不了，只能辛苦你了。一会儿刷完碗，别忘了喂鸡，收拾一下鸡食，再去看看菜地，给浇点水。晚上我想泡脚，给我烧一锅水。还有，暂时想不起来，到时再说吧。江庆的小心思他太清楚了，无非是让他喝粥，喝出了脾气，这是在耍小性子呢。他也不挑明，吃完饭就收拾好桌子，去厨房刷碗。第二天，江庆爬起来去上工了，因为今天早上签到后，系统只给了平时1半的东西。江庆心疼的不行，立马就拿起铁锨要去下地。傅少铎劝不动他，只能嘱咐让他以身体为重，悠着点干活。江庆随口嗯一声，都去下地了，当然要努力点，给自己多攒些物资。江庆到了地里，大家伙全都跑过来和他打招呼，问他身体怎么样了。面对大家的关心，江庆笑着一一回应。看着江庆埋头苦干的背影，大家都被感动了。小江同志的付出和奉献，他们全记在心里。他实在是个太好的同志了。中午下工，江庆回到家就闻到屋里的香味，知道是傅少铎回来做饭。他跑到厨房里看，咱们中午吃啥呀？粥。江庆知道自己就不该问，又要喝粥了，嘴里都没味了。坐在桌边等着，等傅少铎把粥端上来。看到面前一大碗材料丰富的粥，江庆愣住了。这是？他拿勺子在粥里搅了搅，里面有南瓜，有搅碎的鸡蛋，还加了红糖。怎么那么像坐月子吃的？话一问出口，他和傅少铎四目相对，同时没了声音，对视了2秒钟。江庆猛地低下头，大口喝起粥来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傅少铎很快走了出去，再回来时手也端着1碗粥。你怎么也喝粥？他发现傅少铎只是一碗平淡的白粥。我陪你。不需要，我没想你陪我。再说你那粥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好喝。大米粥还不好喝，这几年伙食好多了。前几年艰难的时候，能喝上玉米面糊糊都很不容易。那你也该和我吃一样的，为啥咱俩的粥不同？你的是病号饭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江庆抬起头，展开一个绚烂的笑容。谢谢你的病号饭。等你病好了，给你做好吃的，补偿你喝了那么久的粥。这顿饭江庆吃得很舒服，先前因为喝粥导致的那点不满烟消云散。他又喝了2天粥时，总厂那边传来2个好消息，一个是养鸡场的小鸡仔现在顺利出栏，整个总厂都轰动了；另外一个是总厂领导决定召开表彰大会，表彰傅少铎见义勇为的救人行为。表彰大会就在后天。表彰大会召开那天，他们2口子一出现在总厂礼堂，立刻吸引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看，那就是7队队长傅少铎，旁边那个是他媳妇吧？肯定是他媳妇，没看人家2个挨得那么近。再说报纸上不是都登了，副队长媳妇本人更好看，比报纸上的照片好看多了。这小2口也太登对了。会场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，话里话外都是对傅少铎和江庆2个的羡慕和欣赏。江庆知道傅少铎肯定是要到上面去做的，走到前面他就打算去7队那边和其他人坐在一起。他才刚想往那边走，就被厂长给叫住了。小江同志，你也上台来，和小傅坐一块。江庆惊呆了。啥？要我坐上面？被下面那么多人看着？不用了，我坐下面挺好的。厂长却不干，非让他上了台。大会正式开始，厂长在全体职工面前表彰傅少铎不顾自身安危，舍身救人的大无畏事迹后，给他颁发了奖状，还奖励一个保温暖瓶。下面继续表彰傅少铎同志的爱人江庆同志。全场顿时传来哗声，下面分队的人不明白江庆为啥要受表彰，连江庆自己都奇怪。不是傅少铎的表彰大会吗？怎么扯到了我？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会把江庆同志叫到台上来？那是因为他为我们农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江庆同志给的小鸡仔，让咱们农场的养鸡场鸡蛋产量将翻至少6倍。这意味着以后大家都能每天吃上1个鸡蛋，大大的改善了同志们的生活。厂长话音落下，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同志们发自内心的高兴，一个个兴奋的脸都红了。这么优秀的人，咋就落在了7队呢？在我们队里该多好。江庆收到表彰后，从厂长手里接过奖状以及奖励的一条毛毯。毛毯可是个好东西，下面不知多少女同志看到这个奖励羡慕的不行。江庆觉得还好，他空间里好东西太多了，不差这一条毛毯，但他脸上还是喜气洋洋的，毕竟这是他2辈子第一次受表彰后得到的奖励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副队长、嫂子，你们往一起站一站，拍张照。王维远拎着相机站在台下，江庆往旁边挪进一步，他余光瞥见傅少铎也挪进一步，然而2人之间仍然有差不多半个肩膀的距离。你们2个太远了，拍出来不好看，再靠一靠。没等江庆反应，旁边傅少铎一把拉起了他的手。江庆愣了一下，随后微笑着看向镜头。王维远拿起相机，朝着台上咔嚓咔嚓拍了2张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养鸡这事受到表彰。就在那一刻，江庆突然觉得自己来到这个时代未必是一件坏事。第2天，东安总场那边突然通知江庆过去一趟。我能转正了。江庆又惊又喜，你的表现突出，厂里领导开会讨论后决定破格给你转正。今年的2个转正名额有我一个。江庆同志，你为咱们农场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你当然是最有资格转正的。如果转正的不是你，我们大家都要有意见的。不大一会儿，手续办好，江庆正式成为了东安农场的一员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我每个月也能发35块钱，和傅少铎一样多了。这一刻，江庆终于对东安农场有了深刻的归属感。回到东安7队，他没回家，而是直接去队部找傅少铎。他带点小骄傲的把工作证掏出来，看，这是什么？你的工作证。江庆顿时泄了气，这人怎么一点都没惊讶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转正？厂里通知的时候说了。厂里通知了你，怎么没告诉我？害得我一路上在想到底找我啥事。想给你个惊喜。好吧，确实挺惊喜的，可这家伙的笑咋看着那么不顺眼？怎么好像不太高兴？江庆表示不想说话。你转正是件大事，晚上庆祝一下，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。江庆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你好像还欠我5顿饭呢。傅少铎稍微想了一下，想起是他俩去送岳母时在县城答应江庆的。那你想去县城吃？傅少铎猛地低头，猝不及防下江庆没来得及退回去，2人鼻息相触，距离近的差1指就能贴上。江庆反应过来后赶紧往后退，偏开头去，他偷眼看向傅少铎，发现他的脸红了，场面一度尴尬，最后还是傅少铎打破了平静。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没看到你过来了，很抱歉。本来不吱声这事就过去了，偏偏被他这么郑重道歉，江庆立马尴尬了，感到呼吸都不畅了。记得晚上回去给我做好吃的。他说完就赶紧溜了。下午王维远来找江庆，嫂子，这个给你，是你和副队长的合影，拍得特别好，我就多洗了1张，给你和副队长留个纪念。里面还有上次给你拍的照，也顺道各洗了1张。呀，是我们的照片啊。他拿起2人的合影，黑白照片上，男人极为英俊，女人娇小甜美，2人是那样登对，他们的肩膀好似挨在一起，显得很是亲密。这张照的真不错，回去我要把它贴在墙上。江庆把照片看了好几遍，我也觉得拍得好，所以洗照片的时候就多洗了1张。嫂子，你和副队长太般配了。你不知道，这张照片贴在总场宣传栏里，都引起轰动了，大家都挤过来看。是吗？是你照的好。嫂子，你别谦虚，我拍了这么多人，就你和副队长的最好看。小王，谢谢你，你有心了，这些照片我很喜欢。王维远不知怎么脸有点红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你喜欢就好，嫂子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他也不等江庆回答，小跑着离开了。对他的反应，江庆没在意，他现在心思都在那张双人照片上。我和傅少铎还真是很相配，2个人的外形搁在后世都可以直接出道了，说不定还能炒个 CP 之类的，天天活跃在热搜榜上。思维发散完，江庆很快回归现实。这天晚上，傅少铎下班回家时，发现江庆正站在里屋墙边东瞄西瞄的。你看什么了？今天小王来了咱们队，多洗了1张咱俩的照片，我正琢磨着贴在哪里好。傅少铎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腕，从他手里拿过那张双人照。傅少铎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露出江庆初看到这张照片时的神情。咱俩拍的是很不错，你先放手再说。傅少铎这才发觉自己竟然一直没放手，另外一只手还握着他的手腕。他后知后觉地感受到手心里细腻柔滑的肌肤触感，仿佛手被烫到一般，直接松开了手。抱歉，我没注意到。江庆撇撇嘴，脸颊泛红，手腕被握的地方好像还能感受到男人皮肤火热的温度。他转移注意力，指了指墙面。你觉得把照片贴在哪里好？哪里都不好，
贴在墙上不利于保护照片，要不等周日咱们去一趟现场买本相册吧。贴在墙上，别人来了才能看见啊。没必要，咱俩的照片咱们自己看就好。他没有意识到，其实这时他内心深处是不想让外人看到这张双人照的，只想收藏起来留给他们自己。江庆最后到底改了主意，答应周日去县城买相册。这周没什么事，江庆刚好有时间和傅少铎一起去县城买了相册。从县城回到家，一空闲下来，队里恢复了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，学习地点在队部，所有职工都必须参加。对这种学习，江庆实在不感兴趣，他也没那么深的政治悟性，通常会坐在最边上的位置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免得被叫出来谈感想。这种情况只维持了1天，他就被系统发布了一个想撞墙的任务，请宿主认真学习，每次学习后写一篇500字心得体会，并争取早日把它发表在报纸上。呵呵，这谁出的狗屁任务？不做人，我拒绝，不会写。宿主要相信自己，一定是你身上闪光的才华，晃瞎了上面的眼睛，才会发布这个任务。系统的嘴，骗人的鬼，谁信谁傻逼。奖励也不要了，很丰厚的哦。烦死了！想哭，为不得不为5斗米折腰的自己。于是这天学习后，江庆终于把感想写好，拿给傅少铎看。给我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。把本子接过来。你怎么会想起写这个？江庆嘟囔了句。还不是系统让的。什么？参加完学习，我有很多感想，不吐不快，想写出来。哦。傅少铎没再多问，仔细的看。我写的怎么样？要不要看得这么认真呀？还好。傅少铎从口中挤出2个字眼，江庆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从他手里抽走自己的本子。哼，我知道自己写的不好，可我这不是刚开始参加学习吗？等以后就好了。